我桌上的这台电脑是 ROG 新推出的幻16，这台机器整体和幻15很像，最容易辨识的地方莫过于屏幕了。幻15用的是一块16:9的屏幕，下巴很宽，而幻16换成了16:10，屏占比一下子就变高了，观感极具冲击力。而且这台电脑的首发价非常吸引人啊 ，i7 加3060的版本只要9999元，比幻15还便宜。那么这台机器的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回到比较评测室，我是猪王。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ROG 的幻16。先来看一下配置，我们拿到的是顶配版，它搭载了一颗 i9-11900H 处理器，8核心16线程，独立显卡是 RTX 3070 Laptop， 最高功耗100瓦，内存是板载加插槽的设计，默认是板载的 16GB 单通道，规格为 DDR4 3200兆赫兹。固态硬盘是 1TB 的三星 PM9A1，PCIe 4.0/4速率。屏幕方面，它搭载了一块16英寸2560×1600分辨率，100%DCI P3 色域的 IPS 屏，自带出厂校色，刷新率也达到了165赫兹。价格方面，我们测试的这台高配版首发价格为13999元，此外它还有 i7 加3060的版本，首发价格为9999元。先来看一下这台机器的外观，幻16的屏幕尺寸虽然变大了，但是机身尺寸和幻15接近，基本上没多大差别。我们上手的是深灰配色。A 面是 ROG 幻系列的矩阵打孔设计，在不同角度会呈现炫彩的效果。B 面屏幕可以180度开合，由于采用了16:10的比例，幻16的屏占比达到了94%，下巴也明显比幻15要窄，再加上这个小翘跟的设计，基本上看不到下巴了。另外，上边框的摄像头也得到了保留，需要视频会议时就不用担心了。来到 C 面，电源键位于右上角，触控板的面积很大，这两点都挺好的。但是键盘布局还是老毛病啊，没有数字小键盘不说，方向键还是半高大小，并且呢，这套键盘把我们评测常用的截图键给去掉了，非常影响工作效率，很不爽。上方的4个功能键有点凹进去，键程很短，按着不太舒服，可能是品控问题。另外我还想吐槽一点，它的键帽和掌托都比较容易沾染油污，我们之前测试过的白色版幻15就没有这个问题，因此我建议你选择白色款，看起来不会那么明显。最后看一下地面，两排长脚垫，风扇的位置有对应的进风口。整机的重量约2000克，厚度19.9到23.4毫米，算是一台中规中矩的大屏全能本体型，比一般的游戏本都要轻薄一些。然后再来看一下接口，整机有2个 A 口，2个 C 口，其中一个 C 口支持雷电4。除此之外，其他接口的布局和幻15类似。这个规格对于一台20毫米厚的全能本来说已经比较丰富了。不过遗憾的是，读卡器只支持 microSD 卡。对于那些想要用电脑修图、剪视频内容的创作者来说，还需要自备标准尺寸的 SD 读卡器，不太方便。看完外观，我们首先测试一下它的屏幕。它的实测色域容积为 108.7% 的 DCI P3， 色域覆盖为 98.8% 的 DCI P3。色准方面，应用出厂自带的校色文件，以 DCI P3 为参考，实测平均delta 为 1.74， 最大delta 为 6.46。这块屏幕绝大部分颜色的色准还可以，主要是纯蓝色偏离比较大。另外，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屏幕的均匀性，整体表现一般。25个方块中，最高亮度能够达到520尼特，最低则是446尼特。屏幕中间并不是最亮的，亮度分布比较随机。屏幕采用了全亮度 DC 调光，实测黑白响应时间为 7.2 毫秒，灰阶响应时间为 10.8 毫秒，还不错。在奥创中心里有一个屏幕快显的按钮，开启之后灰阶响应时间可以缩短到 4.6 毫秒，但同时会伴随着 44.9% 的信号过充，鬼影现象会比较明显。总的来说啊，幻16的这块屏幕比较全能，高分辨率加广色域适合创意设计类工作，165赫兹的刷新率也适合玩一些电竞类的游戏。相比幻15，它还升级了16:10屏幕比例，边框更窄，视觉效果加分。接下来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性能环节，我们测试的这台幻16是 i9 的版本，这颗 11900H 的规格与 i7 11800是比较接近的，都是8核心16线程，而频率有一定的提升，默认的单核频率最高可以跑到 4.9G 赫兹。全核频率也可以跑到 4.4G 赫兹，这个提升幅度相比 i7 还是蛮大的。Cinebench R20循环测试中，幻16最高跑到了5640分，随即下降到了5000分左右。从跑分过程中的功耗可以得知，这颗 i9-11900H 先飙到了109瓦，在经过真男人时间之后，功耗滑落到70瓦附近，频率也从最高的 4.4G 赫兹下降到了 3.9G 赫兹。显卡部分，高配版的幻16搭载了一张 RTX 3070 Max Q， 默认为80瓦，最高功耗可以达到100瓦。跑分表现一般啊，和幻15的成绩差不多。对于职业104来说，这个功耗不是很够。幻16是一台 Creator PC， 我们先关注一下生产力项目的表现。首先是 Adobe 三件套，在全默认的情况下 ，PS 只有842分 ，AE 的表现不错，可能是这颗 CPU 的单核频率比较高。PR 的成绩也相对一般，感觉并没有发挥这颗新处理器的全部实力。
这是由于高配版的幻16是板载 16GB 加一个扩展插槽，即默认单通道，单通道肯定会影响测试成绩。为了还原它的真实表现，我们加装了一根3200兆赫兹的内存组成双通道，再来实施效果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内存容量变大了，本身就对测试结果有影响，成绩仅供参考。加装之后 ，PS 和 PR 的分数都提高了差不多200分 ，AE 的成绩也提高了一点，这个表现就比较符合预期了。另一项测试 SpecView 2020中，双通道在部分项目里的表现也是要好于单通道。这项测试更侧重显卡，而且呢，这台机器的显卡功耗偏低，在这个项目里比较吃亏。接下来是游戏表现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单机部分。在使用原生分辨率，也就是2560×1600进行测试时，在这几个游戏里，除了《地平线4》和《古墓丽影》稍微表现好一点以外，其他游戏都没有办法达到60帧。网游的表现也比较一般啊，帧数呢没有相同配置的其他笔电高。出现这种情况有2个原因，一方面是这台机器默认为单通道，内存性能会一定程度限制帧数，再加上幻16没有独显直连设计，网游的帧数会受到影响。我们尝试加装了一根内存组成双通道，情况好转了不少。除了个别游戏以外，其他游戏均有一定的提升。这里我们也加入了幻15的游戏测试成绩作为对比，因为配置类似，总体的帧数表现两台机器是接近的。只不过呢，幻16的屏幕分辨率要比幻15高，所以同样全屏 2K 不拉伸的情况下，显卡的压力会更大。而且这两台机器受限于散热，显卡的功耗是偏低的，游戏时喂不饱3070，因此呢，最终的表现也比较一般。所以说，想用它来偶尔打打游戏过过瘾，我觉得完全 OK。但如果你追求更稳定的高帧数，那买游戏本还是更靠谱的。接下来是拆解环节，这台机器的拆解不难啊，卸下底面的所有螺丝即可揭开后盖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中间的3个垫片下面有隐藏的螺丝。机身内部依然是 ROG 经典的红色主板，散热模组为双风扇、6热管、4出风口的规格，相当豪华。CPU 部分使用了液态金属作为导热介质，拆解和维护建议交给专业人员。整个散热模组的布局和幻15基本一致，只是在最上面的一根热管的走向上有一点小改动。机器原装的内存为板载的 16GB DDR4 3200兆赫兹，少见的4个 Bank Group， 实际跑分如图所示。机器还预留了一个内存插槽，建议大家买到手之后自行加装一根内存组成双通道，以免内存性能出现瓶颈。原装的硬盘居然是1TB 的三星 PM9A1， PCIe 4.0 乘4速率，妥妥的高端固态啊，牛逼！左侧呢还有一个预留的 M.2 接口，可以自行加装固态硬盘。上方为无线网卡，型号是联发科的 MT7921， 同样是支持 WiFi 6的。现在的网卡也是缺货严重，估计英特尔的网卡库存用完了。最下方是90瓦时的大电池，静音模式下，它的 PC Mark 10的现代办公续航成绩为8小时1分钟 ，PC Mark 8的续航成绩为6小时3分钟。对比之下，幻15的 PC Mark 10续航可以达到9个小时，幻16的屏幕和平台对续航有一定的影响。接下来看看它的散热表现，室温25度，把机器切换到增强模式，关闭 AVX 512，单烤 FPU，CPU 的温度维持在85度，功耗80瓦，频率 4.0G 赫兹。单烤显卡 RTX 3070的温度维持在71.6度，功耗100瓦，频率1530兆赫兹。双烤 CPU 温度83度，功耗45瓦，频率 3.1G 赫兹。显卡温度74.3度，功耗80瓦，频率1290兆赫兹。和之前的幻15比较一下啊，可以发现幻16虽然散热模组没多大变化，但是增大了机身尺寸之后，烤机时功耗提高了，温度降低了，整体散热表现更好了。再来看一下表面温度，高温区主要集中在键盘中部，温度最高键帽为47.5度，比较热。背面的最高温度则是直接来到了62.7度，这就有点吓人了啊！平时最好不要放在腿上用。如果和小1号的幻15相比，那幻16的键盘面温度还是稍微低一点的，但是和游戏本相比的话，仍然属于偏热的水平。噪音部分，它在增强模式下的满载人为分贝值为56分贝，比幻15还要高一点。日常使用时噪音还是比较明显的。这台电脑在奥创中心里还可以自定义性能选项，在手动模式下 ，CPU 的 PL1 可以达到90瓦，风扇转速也可以达到令人啧舌的6400转。我们试着把风扇拉到最高再进行双烤 ，CPU 的温度可以达到94度，功耗提高到了74瓦，频率 3.8G 赫兹。不过呢，一部分功耗是 CPU 向显卡借来的。显卡此时的功耗会下降到60瓦，温度73.1度，频率930兆赫兹。此时 CPU 加显卡的总功耗来到了134瓦，比增强模式下多了11瓦，在这么薄的机身里表现是很好的。不过呢，这个时候风扇噪音会达到60分贝，而且声音有点尖锐，听着很不舒服。因此平常使用我不建议你开启这么高的转速。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，相信你对这台机器也有了一定的了解。按照惯例，我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大家参考。先说优点。第一，屏幕素质全能，自带 ICC 校色文件。
幻视6的屏幕表现是非常出色的，兼顾了高分辨率、高刷新率、高色域以及高亮度，应付日常游戏甚至是一些修图、剪视频等设计类工作都没有问题。第二，采用90瓦时的大电池，支持100瓦 PD 充电。这几年主流的笔记本都开始配备大电池了，这台机器的电池更大，达到了90瓦时，同时呢还支持100瓦的 PD 充电，外出使用时旅行重量大大降低。第三，接口种类比较丰富，在相同的机身尺寸厚度下，这台电脑的接口丰富程度是非常高的，不仅标配了多个视频输出接口，甚至还有网线接口，在日常使用时就不用太依赖扩展坞了。聊完这台电脑的优点，自然也要说一下它的缺点。第一，不支持独显直连功能。看到这个缺点时，可能会有朋友会疑惑啊，这一台全能本为啥还有独显直连呢？实际上，会买这台电脑的人多多少少也会有一定的游戏需求。这么一台薄、性能强悍的笔记本，再加上高刷新率的屏幕，把它用作游戏也不是不可以嘛。但它没有直连设计，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个豪华的配置。第二，高负载下风扇噪音较大。这台机器的性能很强，但是代价就是风扇转速高，噪音大。幻视6的满载噪音接近60分贝，很影响使用体验。第三，方向键仅半高大小，没有数字小键盘。这个小毛病和幻视5是一样的。从 C 面的布局来看，键盘的两侧还有很大的空间。不过华硕把这里做成了音响开孔，如果把键盘和音响稍微挪一挪，那应该可以放下小键盘。你们认为小键盘在15英寸以上的笔电里是必要的吗？可以通过这个小投票告诉我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幻视6可以看作是幻视5的一个升级版，它的屏幕更大，屏占比更高，性能表现比幻视5更好。但是呢，它的短板也很明显，风扇噪音比较大，续航表现没有幻视5好。另外，受限于机身尺寸，它的散热表现没有主流游戏本那么给力，而且呢也没有独显直连。如果你是奔着轻薄游戏本的方向去选购它，那可能会达不到你的预期。这台机器我会推荐给那些对于屏幕素质有较高要求，需要兼顾便携和性能的内容创作人士选购。对于这台机器的配置选择，它的3070版本显卡功耗不够高，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它的实力。目前在售的版本里，我更推荐 i7 加3060这个选项。3060对于功耗的要求相对低一些，而且呢首发价格比较不错，如果能原价买到，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来个长按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比8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我每天都会在里面聊一款电脑。这台电脑或许良心，或许坑爹，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：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是比8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